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贝。我今天拍这支影片呢，主要是要来介绍新手应该如何帮自己化妆。这是一部保姆级的化妆影片。我会把所有的化妆的部分呢，把它拆解为各个单元。你只要依照所需要的步骤去听取你需要的资讯就可以了。那我会从妆前保养开始。一直到画完整个全妆，那我中间画一条线，这边我会保持原本的素颜，然后这边我会上妆，让大家去看说，我在上妆前后，对我的脸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，那它改善了什么样的部分，所以呢，这样子的对比是最明显的，所以我直接一开始我就画给大家看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因为今天的妆会示范的是属于比较自然妆感的妆容，所以不会太厚，也不会很难学哦。大家赶快仔细来看一下。那现在我们先从第一步，我们洗完脸之后，我们必须要来上这个化妆水。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好你的化妆水以及一片化妆棉，然后把你的化妆棉露打湿之后呢，擦拭你的脸部。这样可以整理一下你的角质，以及先做一个妆前的清洁的动作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化妆水结束之后，我们就是乳液的部分。那乳液、妆前乳、各种任何粉底前的乳，不要选择太多，不要一次涂太多东西在你的粉底之前，因为涂的越多的话，会导致你后面脱妆的几率越高。所以，如果以我自己的习惯，我是比较喜欢越单纯越好，也许是一个保湿乳液，然后上底妆，或者是我今天需要外出有大太阳，保湿乳液加一瓶防晒乳就上底妆。所以呢，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需要的妆前保养。那我现在示范的是单纯用保湿乳液。好，不用太多。那通常我们脸颊这一区块是比较容易干的，那会有一些细纹，所以通常我会把乳液放在这边开始去上，放在中心，然后慢慢的往外推。如果肌肤做好保湿的话呢，你后续比较不会有脱妆或脱皮的困扰，而且你的妆会更持久。然后记得切记，当你上完乳液之后，你要给它一点干燥的时间，你要让它干一点，不要在它还没有整个干掉之前，你就先去上粉底，它这样子会附着力会比较没有那么好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拍一拍，帮助它赶快干燥。然后感觉一下 ，OK，它现在有干燥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来上粉底了。那因为我今天诉求是比较自然的妆感，所以我的底妆也不会太厚，比较薄透一点。那现在我脸上我需要去调整的就是我的暗沉的肤色。我现在目前脸上的颜色是比较蜡黄，那我需要去调整我的肤色，所以我今天会用到紫色的妆前乳。这是紫色的妆前乳。好，那你要用手上还是用刷具，其实都可以，没有一定，你高兴就好。然后呢，我把它当打亮乳的地方在用，因为不会全脸上，因为全脸上的话，脸整个太白就很假。先下手在中间，然后往外推，所以边边发际线这里其实量是很少的，甚至是没有，这样会比较自然。然后中心一样往外，所以我们先第一步先调整我们的肤色，让它把颜色校正给回来。OK， 好，然后现在呢，可以看一下，光是这两边，我现在只有上校色乳的时候呢，
这边素颜颜色比较蜡黄暗沉，这边呢就已经被提亮了，所以当我还没上粉底，我只是擦一个紫色的试底乳，就已经有这么明显的差别了。所以后面的粉底的底妆呢，我也可以用量比较少，所以这样子的妆感会更薄透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今天要示范的是用粉底液去上底妆，那我就拿了一瓶我平常习惯在用的粉底。取适量，然后呢，使用的工具，你无论是要用哪一种刷子，或者是气垫粉扑，或者是美妆蛋都可以，看你自己习惯。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要做一个比较透亮、水透的底妆的话呢，建议你用湿的美妆蛋，因为这样用的粉底量会更少，所以你的肌肤会有一种透明感。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容易出油脱妆的人，我会建议你用干的粉扑海绵蛋去把粉底晕开，因为这样子你的粉体才会够，而且美妆蛋会顺便把你脸上多的油脂给吸附走，这样子可以增加你妆的持久度。那你也可以混搭两个都用，要像我自己的话，我会习惯用粉底刷，沾取适量之后均匀沾取，然后把它刷开。它都有附着粉底液之后呢，之后我一样，我会从眼下三角这个地方开始上起，颧骨的部分，所以非常有可能我这边是没有粉底的，这样子也会有自然天然的修容的效果。那我现在把粉底上去，其实用量真的不会很多，你只要重点就是皮肤好，你上什么妆都好看，所以皮肤养好最重要。好，然后不够的地方再沾一点点。那像我这边就是血管比较多，所以我这边我会再加强一下。然后到时候如果还有需要的话，我会另外用遮瑕膏，我不会再用粉底去遮，因为这样子粉底会太厚了。千万不要拿遮瑕膏去做粉底的工作。如果你不想戴面具的话。好啦，这样很自然薄透的底妆是不是就完成了？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一个美妆蛋，干用湿用都可以嘛，因为刚刚我有说干湿它的效果会有怎么样不同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个美妆蛋这样子弹压，然后眼睛眼皮稍微带到一点点就好，不需要太多。因为像比如说我是双眼皮，如果我这边有上到一些底妆的话，我很容易这边会基线会卡一个粉底在我的双眼皮线的地方，然后这样子把粉底压好，让它更贴合你的皮肤。然后一些笔翼这边的细节千万不要忘记喽，这样子也可以让确保新手不会有刷痕在脸上，因为如果你是新手的话，比较容易会发生一些粉底液沾取的量没有那么均匀的状况，所以这个时候美妆蛋就是你很好的辅助用品，你可以确保它是没有痕迹的，这样底妆就会很自然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看画面来检查一下。我这是完全没有美肌的镜头，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的肤况。像我这边，我上了底妆了，这边没有上底妆，这边很明显我的毛孔跟我的血管都没有修饰。我只是光画一个底妆，皮肤质感看起来就差这么多，所以底妆是不是很重要？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哦。